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有一种女人永远不会老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是什么？丘索维金娜说，最好的年纪是当下，现在就是我的黄金年龄。在女子体操中，黄金竞技年龄通常被界定在16至20岁之间。然而，有一位特殊的女人，她却在年近50的年纪，依然能够与年轻的运动员们同台竞技，一次次打破常规，创造奇迹。她不仅以卓越的体操技艺令人瞩目，更是以高难度的动作震惊了世界体操界。以她名字命名的前手翻前直540度，即丘索维金娜跳，如今已成为女子跳马的主流难度动作，是进入世界大赛决赛的必备技巧。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分站赛中，这位不老神话丘索维金娜再次踏上了赛场。尽管与那些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选手相比，她已经是奶奶辈的选手，但她的脸上却从未流露出任何紧张和不安。我热爱体操，只要我仍然能够享受这个项目，我就不会停止。这份对体操事业的深深热爱，正是她跨越年龄障碍，书写传奇的源泉。她不仅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高难度动作的精准和落地的平稳安全，更在赛场上不断取得佳绩，突破人类的生理极限，勇攀高峰。她的坚韧和毅力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最好的样子。像丘索维金娜这样的女人，年龄不仅不是阻碍，还为她锦上添花。从她们的脸上，你甚至看不出她们的年龄。这种女人似乎永远不老，还别有一番韵味。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她们增长的是阅历，不老的是气质和神态。一、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。知乎上有提问，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？有高赞回答，能接受最好的，也能接受最坏的。我想，这也是对丘索维金娜最精准的评价。退役后结婚生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27岁以前，丘索维金娜仿佛拿了人生赢家的剧本，一步步攀上人生的高峰。然而，命运总是爱开玩笑。2002年，正沉浸于家庭温暖中的丘索维金娜，突然遭遇晴天霹雳，她年仅3岁的儿子被确诊患有白血病。面对高达12万欧元的治疗费用，即使变卖家产也显得力不从心。这时，奖牌背后的奖金成为了他唯一的希望。他毅然决定重新站在赛场上，为儿子筹集治疗费用。与年轻的对手相比，他已失去体能上的优势，但他并未退缩，反而选择了挑战那些危险系数极高的动作，如被誉为死亡穹顶的高难度技巧。他的勇气和坚持在体操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甚至有5个动作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这些动作涵盖了跳马、高低杠和自由操等多个项目。那时已经26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过了女子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，但她依然为了儿子，为了那枚世锦赛金牌和随之而来的3000美元奖金，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每一个参赛的机会。尽管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她提供了每天300美元的医治补助，但这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依然显得微不足道。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，2006年，丘索维金娜带着儿子阿廖沙前往德国，并加入了德国国籍，为德国队效力。这一决定引来了无数的非议和指责，但他始终选择保持沉默，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选择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儿子最终康复了，而心怀祖国的丘索维金娜也在默默中将国籍改回乌兹别克斯坦，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能够代表自己的祖国，站在国际赛场上，为国家赢得荣誉。尼采曾说，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
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丘索维金娜就是这样的人，她在人生的巅峰时期，面对赞誉始终保持谦逊，在人生的低谷时期，面对谩骂和指责，她选择不解释、不辩解，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选择。从天才运动员到饱受非议的卖国贼，丘索维金娜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，不会被外界评价打乱节奏。拥有这样状态的女人永远不会老。2. 女人变老和心态有关。女人如水，应如流水般永恒而鲜活，不会被岁月轻易侵蚀。然而，不少女人外表如花，虽然绽放时灿烂夺目，芬芳醉人，但内里却已步入衰老的轨道。这如同花朵的盛放，实际上也是凋零的序曲。当一个女人过分关注自己的外貌，过度追求他人对自己魅力的赞美，以及过度享受自己的优雅和舒适时，她的内心已经悄然步入了老去的轨道。女人的衰老并非仅由年龄决定，也并非受文化、修养、职业或家庭的影响，其根本还是在于心态。1. 女人变老是一瞬间的事。村上春树说，女人不是慢慢变老的，而是瞬间变老的。当她开始为各种理由寻找埋怨的出口时，当她为琐事和大事的不完美而斤斤计较时，当她因为怀疑和仇视伤害她的人、亏欠她的人而心怀不满时，当她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陷入自我贬低、自卑、孤独和寂寞的漩涡时，当她过度在意自己的外貌、年龄、职业、家庭、爱人、孩子、同事和朋友时，当他试图用各种外在的装饰来掩盖内心的卑微和渺小感时，那一刻他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老。虽然外界并未察觉，但他内心深处已经默默承认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。2. 看开看淡的女人不会变老。人都有其岁月的印记，正如树木历经岁月而茁壮，我们也在时光的流转中逐渐成长。虽然花朵有在绽放的时节，但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。然而，人生的旅程正像一棵树经过风霜雪雨的磨砺。世间所有能够绽放花朵的树木，它们永远不会被定义为老树。同样的，人类也是如此。有的女人或许年岁尚轻，但心灵已经略显苍老，而有些人虽然历经无数岁月的洗礼，饱经风霜，却依然保持着年轻的风采，仿佛时间在他们身上并未留下痕迹。他们的年龄增长，但那份优雅的气质和动人的神采却永不老去。成为一个永葆青春的女人并非难事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得失，学会以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的豁达态度看待世事，我们便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保持那份年轻的姿态。3. 不爱慕虚荣的女人不会变老。都说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。其实做女人难，难就难在幻想太多，攀比太多，计较太多。女人如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只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，摒弃虚荣，顺其自然，像花儿时便尽情绽放，像春蚕般付出时便默默奉献，不求回报与得失，纯真无邪的生活，拥有一颗少女的心和善良的情怀。其实做女人并不困难，世间万物皆有名与无名之分，名女人与平凡女人又有何异？名女人只是命运中7分运气的恩赐，一个永不衰老的女人，她从未在意自己的名声大小，她内心从不仰望或轻视他人，视自己为一把黄土，一株小草。她不在乎伴侣是否优秀，家庭是否显赫，自己是否成为他人眼中的风景。她所珍视的仅仅是爱人的体贴，家庭的温暖。只要黑夜中有灯，雨天中有伞，她便深感幸福。对于他人的评价，她从不抱有过高的期望，
正如小草开花，你欣赏它，它开花；你忽视它，亦会开花。只要内心充满阳光，它的世界便永远春暖花开。4. 心态平和的女人不会变老。一个优秀的女人，就像一所永不关闭的大学，她始终怀揣着对生活的尊重与热爱。不论身处何种境遇，无论是物质的富饶还是贫瘠，是顺风顺水的平坦还是布满荆棘的坎坷，她都能以微笑和坚韧面对。在经历了世间的磨砺和洗礼后，她内心的湖水逐渐归于平静，能淡然地审视自我以及身边的一切人和事。当他人取得成就时，他会献上真诚的祝福；当他人遭遇困境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即使面对他人的伤害、嫉妒或诽谤，他也能一笑置之，不以为意。当遭遇误解、家人的不理解，甚至是亲朋好友的不体谅时，他总能找到无数理由去理解和宽容他人。正是这样的女人，她们自带光芒，能够给予他人温暖和力量，使周围的人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福气和好运。3. 做到这4点，永远不会老。1. 善良正直，感恩自律。一个女人如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美丽年轻，一定是因为心底善良，因为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诗经关雎有云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，深邃，喻女子心灵美；窕，优美，喻女子仪表美。淑是美好善良，窈窕指的是女子的外形美，淑女指的是女子的心灵美。窈窕淑女就是指美丽而有品行的女子。感恩自律的女人，她们心胸豁达，不思虑，不计较，不纠结，一般都会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思维模式。她们规律3餐，健康3养，喜欢运动，睡眠充足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，不仅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健康厨师，还是备受赞誉的健身专家和励志演说家。单看他的照片，人们很难猜出他的真实年龄。出生于1951年的他，如今已经68岁了。但你能否想象，这位女人已经是一位奶奶辈的长者了。自20多年前，也就是她40岁那年，戴维斯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后，便被誉为能够抵御时光侵蚀的传奇。如今，尽管戴维斯已经68岁，但她的外貌却仿佛只有38岁。这位充满活力、鼓舞人心的女人，将自己的岁月魔法归功于坚定的纯素饮食选择。她常说，只要坚持正确的饮食习惯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或许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，无需依赖繁多的药物。年龄往往是许多女人避而不谈的话题，但戴维斯却坦然面对。当人们问及她的年龄时，她会自信地回答：我已经60多了。这让周围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与敬佩。你能想象一个68岁的奶奶拥有健硕的肌肉和紧致的翘臀吗？对她来说，1分钟的平板支撑简直是轻而易举。每天戴维斯都会前往健身房锻炼。与那些30岁的年轻人相比，她的精神与活力简直如神一般令人赞叹。自律才是保持年轻的基础，不显老的人一定都坚持运动，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着活力。2. 坚持阅读，注重成长。一个女人的气质里藏着她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。胸藏文墨虚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美丽是女人终其一生的事业，成长是女人永远的刚需。人类内心的痛苦常常源自对自己无能的自省和不满，而一个不断学习的女人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她的美丽都将永恒。那些热爱阅读的女人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，都散发着无法掩盖的光芒。2023年1月27日，翻译家杨毅与世长辞，享年103岁。沈从文是引领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导师，
而巴金则是他一生中相互扶持、心灵相通的知己。他年轻时在外文系学习，受到沈从文的影响，他沉浸于一本又一本的翻译作品中，从而坚定了自己从事翻译事业的梦想。后来，他成功地翻译了世界10大名著之一的《呼啸山庄》，成为这部作品中文书名的首位译者。与他交谈过的人们都称赞他的思维敏捷，记忆力超群，言谈间充满活力，完全不像是一位已经年过100岁的长者。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源于他长期以来勤奋不懈的生活习惯。即使在他90多岁的高龄，他依然坚持每晚阅读至深夜。他的女儿回忆道，母亲每天清晨都会雷打不动地阅读报纸。他热衷于了解各类社会新闻，晚年时还开始对理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不断学习新知识。尽管年事已高，但每当有客人来访时，他都会精心打扮自己，细致地描画眉毛，涂抹口红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位客人。回顾他的一生，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困境，他都能微笑乐观去面对，气质也因此变得优于常人。所有的美丽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和经营，所有的幸福都源于我们不断的成长和改变。如果当下的生活并非你所愿，那么就去勇敢地创造你想要的生活。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超越他人，而在于接纳和欣赏真实的自己。对于已经拥有美丽的女人来说，阅读将赋予你的美更多的灵魂和深度。阅读可以修身养性，而美容则能修整我们的外在形象。这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塑造出更加完美的我们。在自然界中，所有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静的滋养。无论是花朵、麦穗还是树木，它们都在静态中汲取能量，茁壮成长。同样，热爱阅读的女人身上也散发着一种宁静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能够洗去生活的尘埃，让其保持一颗纯净透明的心灵，从容地面对生活。3. 坚持热爱，家庭和睦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脆弱的一面。丘索维金纳身为普通人，亦难以抵挡生活的风雨与外界的苛责，时常会感到迷茫与无助。然而在他身后，总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撑着他，那便是他的家人。每当他面临挑战，特别是儿子生病时，她的丈夫总会成为她坚实的后盾，在比赛场上为她提供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给予她无尽的鼓励与勇气。而每当她回到家中，儿子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与无条件的信任，总是能驱散她所有的疲惫与委屈。她深知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，她的家人始终是她最坚实的依靠。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是自己前行的动力。家人的存在就像是她身上的盔甲，让她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都能保持从容与淡定，坚定地走出自己的道路。丘索维金纳的每一次成功，都离不开她背后的付出与努力。她曾经历过腿部受伤、跟腱断裂、肩部手术、背部手术等种种磨难，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每一次的挫折与困难，都让她更加坚定地相信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有家人的陪伴与支持，她就能战胜一切。岁月虽然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，但也会给予我们更多的自信与力量。有了家人的陪伴与支持，我们便能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在丘索维金纳的42年体操生涯中，她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，但她始终保持着对体操的热爱与执着。正是这份热爱与执着，让她在困境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，也让她在岁月的洗礼中变得更加坚韧与自信。作为女人，我们也要像丘索维金纳一样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，保持内心的热爱与执着，用坚定的信念与家人的陪伴支撑自己前行。4. 心存信望爱，追求真善美。
特别喜欢作家冰心女士的一段话：世界上若没有女人，这世界至少要失去5%的真，6%的善，7%的美。诗意属于每一个追求真善美的灵魂。在我心中，追求真善美的女人永远不会老。她们诗意地栖居人间，宛如一个天使，又似一个精灵。她们的心灵深处有着坚如磐石的内核，独立而深邃的思想，完整而独特的人格。她们的体态轻盈，灵魂却充满趣味。她们深知自己的价值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珍爱自己的每一刻，同时也懂得尊重他人，体恤每一个生命。他们能从一朵盛开的花朵，一棵参天的大树，甚至是一株不起眼的小草中，感悟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大自然的神奇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他们总能发现世间万物的温柔与美好。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与挫折，他们的心中都怀揣着勇敢、坚韧和永不放弃的信念。在他们眼中，生命的底色是信心、希望和爱，这些力量使他们在风雨中屹立不倒。这样的女人心中充满了爱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任凭岁月如何流转，她们依然保持着那份独特的魅力。风华绝代，韵味无穷。不会变老的女人以自律为基础，运动、阅读、热爱和家庭的和睦作为生命中的瑰宝，熠熠生辉。她们追求真善美，怀揣着信望爱，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，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在追求自我与成长的道路上，只有不断探寻、学习、成长，才能让智慧与美丽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璀璨。作为女人，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热爱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，成为那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。更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，用心去感受、去体验、去创造，让生命永恒不老。最后，愿你我都能成为那个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世界的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